喂，啊，喂，是高峰吗？是，你是田小兰？啊，对对对，那明天上午你有空吗？我们找个地方喝杯咖啡。可以啊。那到时候我把地址发给你。好，明天见。啊，明天见。哎呀，别找了，都已经看了3遍了。你们发现没有啊？没有一条消息能跟许家福有关联的，甚至没有一条消息跟华人有关系。许家福费了9牛2虎之力把诊所炸废了，你觉得他会把资料留给我们翻阅吗？你也太天真了吧！你干嘛不早说啊？啊，我们费了那么大劲，我们干嘛？为了找出可能性，我们必须排除所有的不可能。这就是为什么警探排除一条无法导向结论的线索时，没有感到绝望，反而感到高兴的原因。亏你搭档还说你是你们南国国际刑警中最有突出影响力的警察。在中国，许家福有没有用过定时炸弹制造过案件？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一天到晚你就知道怎么办。唉，明天再回到李昌旭这条线索上碰运气吧。志尧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你们都回去休息吧。要不要我带你们去逛逛新川的夜景？啊？喂，青叶。洪队，我觉得许家福100%就在南国。就这样，我们认识了，也上了床。他说，他叫杨波，在浦东的一个工地上包了一个小工程。93年正是浦东大开发的时期。那这个杨波是哪里人啊？他说他是河北承德的，可是我觉得他的口音有点像山东人。我和他不是为了爱情，更不是为了婚姻，我和他是根本不可能有结果的。我结婚的目标很明确，我以后的老公一定要有钱。说实话，这也是我跟吴桂祥上床的原因。但钱胜利告诉我，你跟他之间没有经济来往，并且你有恋父情节。是没有，他给过我钱，也给我买过东西，可我都没要。说实话，那些钱我根本看不上眼，还不如不要。我要的是他的家业，可惜还没等我计划实施，他就早早命归黄泉了。从小穷怕了，我有时候在想，目的正确手段错误，跟目的错误手段正确，到底哪个更糟？这个问题并不是我第一次在思考，也不是最后一次。刚才我说到哪儿了？你说他的口音有点像山东人，
而且你们之间不是为了爱情。我和他也就见过3次。他说他是吃了一种速效壮阳药，后来他也给过我1盒。再后来，就发生了那件事儿。那个速效壮阳药是你给吴桂香的，当年为什么没有跟钱胜利说实话？换做你敢吗？说实话，我挺喜欢吴桂香的，但毕竟她年龄大了，厂子的规模也越来越大，所以我们并不是每次都那么和谐。吴桂香死后，杨波有没有再找过你啊？没有。警察调查我之前，我找过他，我打了他留给我的 PP 机，就是当年的传呼机，但是他没有给我回，然后他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难过的，我和他没有什么感情。再后来，我就辞职，来到了深圳。杨波除了山东口音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特征吗？我说过了，他身高1.82米，皮肤黝黑，很结实。如果我找一个画像模拟专家，能帮助他一起画出一幅画像吗？我想应该可以吧。哦，对了，他还有一个特征，他左臂上有一个纹身，就在这个位置，有一只貔貅的纹身，很明显。你确定是貔貅吗？因为那个纹身在我们那个年代很少见，我也是在国外的电影或电视剧里见过，还专门问过他。他怎么解释？他说就是一个好朋友给他纹的，觉得很酷很好玩。那个貔貅是彩色还是单色的？彩色的。我和他交流并不多，他不太爱说话，我和他交往也就匆匆各8个小时，基本上。明白。对了，我跟你说的这些，能不告诉我老公吗？我不想失去他，也不想改变我现在的生活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那我们就到这。好。好，那我先。等我找到画像模拟专家之后，我再联系你，可能需要麻烦你一下。好。再见。喂，高峰，什么事儿？帮我找一个画像模拟专家，尽快。喂，冯队，我给你手机发了2张图，一张是嫌疑人的模拟画像，一张是他身上的纹身图案。你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怎么回事？高峰去了深圳，找到了吴桂香当年的情人田小兰。这2张图是根据田小兰的描述做的。田小兰给吴桂香服用的速效壮阳药，就是这个嫌疑人提供的。嫌疑人的具体特征，我一会儿发给你。我跟高峰都认为，从纹身特征上看，这个嫌疑人应该是徐家福从南国派去的。你们根据这个线索调查。好，还有别的指示吗？从纹身图案看呢，这个嫌疑人应该和南国黑社会有关，所以你们要小心，注意自身安全。我们安全得很，放心吧。好，调查有进展，随时告诉我。是。崔警长，对这个纹身你有什么印象吗？
这个是活跃于70、80年代德隆的一个叫组织暴力团，就是你们所说的黑帮黑社会。这个帮派的名字叫做貔貅，所有成员的左臂上都纹有貔貅。这个貔貅形状越大，色彩越多，就证明他在帮派当中的地位越高。你是真心夸奖我，还是因为我给你提供信息的鼓励啊？啊，别怪做兄弟的没提醒你啊，还是别在他身上费劲了。你别管。唉，请直接带我们去德隆。德隆，对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哎，你还没说那个人到底是谁呢？要不你们在车上待一会儿吧，等我们问完一起回酒店。啊，当然了，如果说你们想在周围走一下的话，我可以。算了吧，崔警长，工作第一位，我们就在这儿等你们。好。我认为啊，你们要找的人就是他。没错，他叫金森，1958年出生在德隆，父母祖籍山东。他们说过他有山东口音。他父母在德隆的中华街经营一家餐馆。你们去过德隆的中华街了吗？没有。你接着说。从他左臂上貔貅纹身的大小和颜色上看，他在貔貅帮的地位不低，他应该算是元老级的。对了，貔貅帮是1978年成立的，那年金森20岁，正是他加入黑帮的年代。不过呀，在1993年的3月，他被貔貅帮清除帮派。为什么呀？据说呀，是背着帮派组织和外国人秘密做毒品生意。这就是他被清除出帮派的原因吧。1993年的12月，金森的尸体在德隆港的海边被发现，是中枪身亡。这是金森一案的卷宗，来。涉嫌走私毒品，这个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吗？没有，他的命啊，就像一条狗一样，甚至连狗都不如。谁会真正在乎他的死因呢？张元仲，是他负责金森的案子。我想见他。他去年去世了，前年得了前列腺癌。你所了解的金森就这些吗？就这些啊。帮我看一下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没见过。我想要详细了解金森在貔貅帮里面的经历，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懂得这段历史的人？那只有找崔天星。崔天星？喂，你好。你稍等一下。这个崔天星是谁啊？貔貅帮的创建者，现在南国著名企业天星工业公司的董事长。喂，冯队。田小兰看过金森的照片，她确定金森就是当年接近她的杨波。谢天谢地，总算有个好的开端。我们署长马上联系崔天星，安排我们和他见面的时间。哦，冯队，没别的事，我先挂了。好，继续努力。你们离山顶也来劲了。小兰确定吗？确定就是金森。跟我们说说那个叫崔天星的人吧。
46年出生在你们中国山东，47年跟随父母移民到了南国。跟金森的父母一样，崔天星的父母也在中华街开了一家餐厅。崔天星只念书念到了中学2年级，便辍学。之后，他就到自己父母的餐厅做帮工。在1975年的时候，他父母的餐厅因为经营失败，惨遭倒闭。随后，崔天星便去到了南国新川，加入南国3大组织暴力团之一的西园派。2年后，他便回到了德隆，自立门户，成立貔貅帮。主要经营范围有高利贷、催赌债、保护小摊小贩等等。成员最多的时候应该有200多个吧。只是到1989年，貔貅帮将势力扩张到了新川。由于经营娱乐场所，跟西园派组织暴力团发生大规模的冲突。就在同年的4月份，貔貅帮和西园派在新川发生了大规模的社团群战，造成6人死亡、56人受伤的惨剧。同年5月份，崔天星全家惨遭灭门，父母妻儿全都被杀。崔天星接到线报之后逃亡到国外，直到1992年的时候他才回国。从此以后，他金盆洗手，由黑转白，并且成立天星工业公司。由于资金比较雄厚，他很快就控制了德隆的建筑行业，之后又进军房地产和通信行业。到目前为止，天星工业公司的总资产应该达到了10万亿南元了。崔警长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10万亿南元大概是个什么概念？580亿人民币吧。署长。好的，谢谢署长。崔天星答应明天一早见我和在勇。喂，你到了吗？我到了，你在哪儿啊？我看到你了，你回头。我本来想去东莞看你的，没想到你在深圳啊，这么巧。当初我跟杨恒回龙湾的时候，我就把东莞的工作给辞了。正好我有个小姐妹在深圳的厂子里当领班，我就投奔她去了，在她手下找了一份工作。假应该不好请吧？还好。听说你是湖南人。我喜欢待在南方。你小的时候玩过陀螺吗？我玩过。南方的生活节奏就跟陀螺一样，转个不停。可是这个转速正好适合我。我在没碰到杨恒之前是干内行的。其实你是警察，我不说你也应该猜得到。年轻嘛，总是会付出些代价的，也不是每个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都能一下找准方向的，你说呢？我怀了杨恒的孩子。杨恒知道吗？我是回了深圳以后才发现的。多久了？快12周了。12周。下星期判决就要下来了，现在可以确定，许达的死跟他没有直接关系。没有关系。可是我看网上都说是他给许达割了喉。网上的信息不能100%都相信的，具体的我不能跟你多说，但是我能告诉你，杨恒是被人利用的。不过，杨恒绑架李艳，
犯罪事实成立。法律就是这样啊，不管你有什么苦衷，你再有怨气，你再焦虑，绝对不能犯法。只要你犯罪了，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那会判几年？根据刑法规定，以索取财物为目的的，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为人质的，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10年？当然了，他索取财物并不是他的目的，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弄清楚他的身份，所以情节不算严重的，或许5年吧，具体要看法院怎么判了。阿志友，咱不是说好了就给这几个中国朋友当几天导游的吗？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对这个案子越来越上心了呢？你之前说过，这就是一起无头案，根本就不可能查出结果的。那你这么做，到底为什么？因为我有警察应有的嗅觉。你说为什么？你是说他们几个说的有道理？那个许家福真的在86年偷渡到了南国，对吗？我有这么说吗？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。我喜欢有趣的故事。你现在这样一点都不像你。其实，今天你打电话之前，我正在医院。你是想把孩子？我一直挺犹豫的，我不知道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我该怎么面对他。在医院的时候，你的电话突然打来了，我就在想，这也许就是天意。其实我不清楚你跟杨恒是怎么认识的，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经历了什么。但是我从你们2人看对方的眼神里，我能够读懂，你们都很爱对方，这是真的。谢谢你这么说。其实我跟杨恒就是在大马路上认识的。有一天他走过来跟我说要请我吃饭，说他注意我很久了。后来我们俩就在一块儿了。我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也没什么特别风花雪月、浪漫的事儿。2个人在一起，就是相互取暖而已。毕竟2个外来人，在广州要考虑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活着，而不是什么爱情。我跟杨恒在一起的时候，同时还跟一个小老板好着。1年前有天夜里，这个小老板突然把我叫起来，他问我杨恒是谁，我当时就傻了。他说你刚才做梦的时候一直在叫这个名字。我一句话都说不上来，我穿着衣服，我就逃出了他的生活。有的时候我真的挺恨杨恒的，我恨他让我迟迟不能释怀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爱情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如果我在酒吧里遇上这样的自己，聊上几句，我也看不上这样的我。可是杨恒他把我当人，当亲人看待。我相信杨恒要是听到你说这番话，他一定特别欣慰。谢谢你陪我聊了这么多。
你今天找我是有事儿吧？确实有件事情，是关于405案件的。405案件我一直2个疑点，一直弄不清楚。第一就是405案件犯案的时候，杨恒只有8岁，而且当晚他跟他父亲在一块儿，他为什么那么坚信徐广义不是他母亲毒害的呢？第二，他在网上看到龙湾北山山洞那具女性骸骨的帖子之后，他就那么坚信那具女性骸骨就是他的母亲。这中间的原因绝对不是他对母亲人品信任这么简单。这方面的事情他跟你聊过吗？他从来不跟我聊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家庭，我问过他一次，他只说了2个字儿：死了。那天是晚上9点多钟，他在网上看到那个帖子，才跟我说起96年那桩案子。他当时很肯定地说，他母亲当年没有逃走，一定是被杀了，还说那具女性尸骨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母亲。他也没跟我说什么原因，然后他连夜就拉着我去了火车站。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，这是他的原话。哦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在怀疑你，我只是觉得他一定知道里面的秘密。马兰，我希望你能帮助我，同时，这也是在帮杨恒。你说，等判决下来之后，我希望你回龙湾，跟他见一面，希望你可以让他说出他心里那个秘密。哎呀，风景真好啊！我说你就别看风景了，把中国警察那些事儿办妥了吧？啊？哎，不用担心。哎，这还真的行。啊，请问是崔警官吗？是。请跟我来。董事长，他们到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你好，我是国家中心局的崔志友，这位是我的搭档金在勇。你好，坐吧。你们的来意，昨天楚局长没有跟我说清楚，只说是中国有个案子，可能牵扯到貔貅帮。这样吧，你们问，我来回答。是，董事长今天得麻烦一下您，能不能帮我看看？您对这个人有印象吗？这个人，我从来没有见过，有必要让我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叫许家福，
东山龙湾县许村的村支书。中国警方怀疑他在1986年的时候偷渡到了南国。86年啊，那些年的确是有些中国人从东山省，还有大连等渔港通过蛇头偷渡到南国，但这个许家福，许家福，我真的没有见过他。这样吧，我帮你找人打听一下。这个照片能够留给我吗？可以的，麻烦您了，董事长。顺便帮我看一看，就这个人你认识吗？麻烦了。金森啊，这个我当然认识他。在德隆的时候，他父母的餐馆跟我家的餐馆啊，只有200米之隔。1978年，我在德隆组建貔貅帮的时候，他可是我的第一批成员。他这个人天生混黑道的，心狠手辣。他可是我当年的得力干将，要是他一直忠心耿耿跟着我，到现在，他肯定是能发达的。可惜了。金森在当年为什么会被逐出貔貅帮？他沾赌又沾毒，这2个嗜好，让他欠下了一大笔外债。为了偿还债务，他背着我跟外国人做毒品生意。你要知道，在南国黑帮组织里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，就是不能够沾毒品生意。他这样就是犯了帮规。我是老大，虽然他是我身边的得力干将，但是在遵守帮规的手下面前，我得杀一儆百，否则会有领袖危机。当年的貔貅帮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迅速壮大，跟当时的3大南国帮派分庭抗礼，严肃地执行帮规，是最重要的因素。当年我组建貔貅帮，曾立下过劫富济贫、不滥杀无辜、不恃强凌弱、孝敬父母长辈等帮规。中国的4大名著《水浒传》，可是我从小最爱看的小说。那是几年的事情？我指的是金森被逐出貔貅帮。89年还是90年，我真的记不太清楚了。当年我去了日本，貔貅帮并不是我负责的，这个重要吗？不过金森在93年的死，当时身中3枪，尸体被抛进大海里面。这方面的事情，你们比我还清楚吧？关于金森的死，董事长，你还知道什么内幕吗？为了这个事情，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张元仲警长还来找我谈过话。我们谈话的记录，相信在你们的卷宗里面有记录。这个很重要吗？这个跟你们正在调查的案子有什么关系？有，因为他在93年的9月份在中国上海出现过，或许他还是一起案件的嫌疑人。93年9月，都过去20多年了。这样说，他的死有可能是被人家灭口。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找您帮忙的重要原因。这样说来，金森是有可能被雇他的人所灭口的。这样讲就对了。金森退出貔貅帮的时候，听说他一直过得很惨，为了他的债务，他经常被人追杀。警方调查的时候，都怀疑他的死跟毒品、跟债务有关，但是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，所以警方就放弃调查了。为了这个事情，我当时还和张元仲警长吵了起来。
毕竟金森是跟我有交情的。我可以找人帮你打听一下，但时隔这么多年，也不一定能够找得到啊。董事长啊，您曾经被西园派追杀，逃往海外，隐姓埋名2年，这事儿您能方便说一下吗？西园派为什么要追杀我？想必你们都很清楚。但这一天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就在1989年5月17号，我正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收到西园派的一个线人的电话，说他们准备在我回家的路上伏击我，所以我只能躲到外面去。第2天中午醒来之后，我才知道我全家被灭门了。本来我打算跟他们鱼死网破的，但那个时候我被2名手下打晕，连夜把我带出南国，逃到日本去。直到1992年，政府大黑，西园派首领安浩成被抓起来关进监狱里面。回到南国，我决定金盆洗手，从此退出黑帮江湖。董事长，想当年，您再怎么样也算是个血性男儿，但全家遭灭门，这个血海深仇。您说过去就过去了吗？崔警长的意思是，西园派的安浩成出狱之后，他成立了浩成兴业集团。他也想进入房地产，但我花了2年时间，让浩成兴业集团破产了，逼得安浩成在南国没有安身立命之处。在2004年，安浩成跳楼身亡。当时媒体都说安浩成是被我崔天星逼死的，但我从来没有承认过。但今天我承认，安浩成是被我崔天星逼死的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。这就是我崔天星另类的报仇方法。崔警长，这个答案你满意吗？你怎么个意思啊？你不会真的怀疑崔天星就是许家福吧？调查嘛，什么可能性都要想到。你真的是这么怀疑的？至少时间点是吻合的。吻合？崔天星是1989年的5月18号离开南国逃往日本，1992年的4月回到南国。在日本期间，他和他的2名手下一直都待在一起。而南东满诊所的爆炸时间是在1991年的9月3号，哪一点吻合了啊？如果这样查下去的话，我崔着我别说升官了，我能保住警长都困难。这案子我不查了，你们管。这样，崔警长，我不知道你们南国的办案方式和我们中国的办案方式有什么不同。分析案情嘛，大家可以表达自己的疑虑啊。我好累啊，我好想睡觉啊，石先生。这案子啊，我们再努力，也是于事无补的嘛，啊？跟你这么些天接触下来，我觉得你对这件案子还挺有信心的。这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是不是把事情搞砸了？
董事长，喂，是我怎么样啊？把他们打发走了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这边是没有问题的。只要你不暴露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的。现在国内啊，办案也讲究证据，讲究无罪推定。被人盯着的日子总是不好过。最难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。再说，我们不是还有龙兴这块金字招牌吗？我们是纳税大户，只要没有证据，市里省里不会轻易动我们的。好了，先不说了，俊儿马上就回来了。俊儿他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？自从达儿的事情发生以后，他看我的眼光啊，有点变了，也变得寡言少语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了。我看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继续让他蒙在鼓里吧。我知道了，你也一定要当心啊，千万别露出马脚。你放心吧。这个是月娥她妹啊，拿了一些虾爬子来，我就拿一点啊，跟建设和周伟哥俩啊尝尝鲜。这俩孩子见了真高兴。哎，这小哥俩呢？去学校了，说明天呀要模拟考试呢。哦。哎，好，嫂子，这小哥俩今年打算报考哪个学校啊？周伟啊，要报考北京医大，建设要考中国刑警学院。好啊，一个学医，一个学刑警。哎呀，我明年呐，叫我们家许娟啊考东山大学中文系，以后啊可以做官啊。当医生当然好啊，我看那当警察的也没什么好的，这一年到头，
能有几天在家的？嫂子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你看我四海国现在多风光啊，连审庭的人都请他去断案呢。哎，我个人呢？快下班了，这不说草草就到。哎呀，哥回来了。哟，家福呢？哎，来了，坐吧，坐吧。哎，坐啊，我去弄菜。真经不起念叨，真说你呢。家里有酒吗？我刚才出门一着急啊，忘拿了。忘拿了？哎，你是早就看上我藏的那2瓶云山特酿了吧？啊，我的哥呀，谁在你面前都不能耍小心眼儿啊！你呀，快坐，快坐。哎，好，坐吧。40万，全是现金啊！全是现金的。这儿啊，都是村里的村民呐集资的。现在啊，皮面紧张，而且都是现场要付现的。就这样，你即使有钱，你都买不上。不是你这么多现金带在身上，这个安全性你考虑过没有？我考虑过了，上一回啊带的比这次还多呢。这回啊，我让许强跟我一起去。他毕竟呢当过特种兵，4、5个人呢靠不了身。你放心，哥啊，来。慧芬，你来一下。这个300。哎，我不是说让你都取出来吗？你怎么才取了一半呢？都取出来。健身和周伟吃什么呀？这马上要高考了，如果都考上了，拿什么供啊？先就眼下燃眉之急嘛。燃眉之急。想借钱就明说嘛，我又不是不借。这家福啊，自打做了生意，这弯弯绕就多了。哎呀，你少说2句吧。啊，家福啊，来，这什么？这是我让慧芬下午去银行特意取出来的。这200呢，你带上路上用；这300块钱，你交给月娥。哎，哥，我有钱，你们留着吧。建设和周伟啊，上大学要用钱的。我都知道了，你这2年挣的这点钱，这次不全交了罚款了吗？我上个星期给你们家打电话，说是欠费停机了。昨天在街上，我碰见许军了，他把家里情况都告诉我了。这我们家这个许军也太实在了。刚才还说呀，以后让许军做官呢。我看许军这性子呀，就不适合当官。家福，来，拿着。哎呀，你拿着。好，那我拿着吧。等我缓过这阵儿，我再还给你。哎，你还想喝不想喝了？想喝就把嘴给我闭上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我敬你。哎呀，我尝你香糖了，尝尝，很新鲜的。好一点吧，现杀的羊，新鲜的。家福，要不咱们吃点东西，再去找住的地方吧？算了，先住下再说吧。啊。
哎，哥们儿，来点啊！不不，你出门也应该多穿点啊。没想到这么冷。哎，强子，今晚咱就住这儿吧。行，就这儿吧。走。包里还带瓶酒呢，一会儿一块喝点。哎，我不喝。你不喝我喝。行行行，那你喝点吧。谁？站住！
知道我当时太心急了。我主要想，崔天星有2年的失踪期，他又是黑帮老大，金森又曾经是他的手下，这些线索结合在一起，我灵光一现，就脱口而出了。喂，我听着呢。石磊是不是跟你抱怨了？石磊只是跟我说了下经过和你们目前的处境。他已经跟崔志友谈过了，崔志友也答应不撂挑子，说要再找一下貔貅帮的老人们再聊一聊。我是不是犯下了大错？知道就好。不过没那么严重，不用太自责。查出金森的时候，我满怀热血，十分投入。尽管缺少刑事鉴识证据、目击证人，可能动机，可能嫌犯，可能或不可能的线索，但是我相信徐家福一定很快就能找到，因为我们众志成城，因为我们布下的罗网如此严密，还因为我们手上可以运用的资源那么充足。可是结果依旧是那么令人大失所望。景烨，你要坚信一点：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许家福只要还在南国，就不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。我在上海说过，世上所有传奇的罪案都有什么共同点？他们都旷日费时，都是爬坡工地。我不需要你的安慰，我需要你的经验。我告诉你，资深警察不会假扮英雄，一切不够缜密的推断，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。还有，直觉是许多线索信息的总和。当你搜寻到的线索足够多的时候，案件中的逻辑关系就会显现出来。没有谁是天才，坚持才能成功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刚回到龙城啊，在机场呢。我给你发了2个信息都不回我，什么情况？查怎么样了？你又不说话是不是啊？哎，我提前声明啊，要不是我从田小兰那儿查到线索的话，你们肯定在南国抓瞎。你说完了没有？什么情况？心情不好啊？我们好像一直在兜圈子，只见树，不见林。什么意思啊？所有的点都卡在金森这儿了，从他身上
从貔貅帮，一切的一切没有能和许家福扯得上关系的线索，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在南国的土地上出现过，他只存在于逻辑推理之中。这说不通啊！所有的线索都印证，许家福的的确确就在南国，还有2天就要回国了。哎，行了，别难过了啊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？其实我早就预料到了。你是预料到我会灰溜溜的回到龙城，是吗？哎呀，不是这意思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很可能你们的南国之行，许家福很早就知道了呢。你是说，你已经想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，是吗？当然不是徒劳啦。这查案子嘛，虽然说你们现在查的线索都是碎片式的，但只要找到个切入点，你就可以把它串联起来。当串联起来那一天，那就真相大白了。再说了，我们今夜查到的那些线索怎么是徒劳呢？每一个线索都非常的有意义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跟冯海说的都一样，都一个调性。行了，别难过了。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我陪你哭会儿，哭完之后咱们高兴点。我没哭，我只是难受。行了，别难受了。我挺不服的，为什么好运气每次都跑到你那儿去了？哇，那我所有的幸运还不都是因为你呀？喂？你接着说吧。我说什么？我想跟你说，这警察办案子，他一定是多高峰，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你是真的不知道我想听什么吗？看来你的脑回路的确有问题。喂？喂？进来。老李，不好意思让你跑一趟。本来我应该去省厅找你，但我又怕碰到张副厅长。怕碰张副厅长，什么意思？有什么事跟我直说吧，用不着这么吞吞吐吐的。许军。许军？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从许军身上打开缺口。我们立刻传唤了许军，听他说，吴桂祥死的时候，他正在病房睡觉，是医生护士冲进去才把他吵醒的。根据我多年审人的经验，我之前是搞预审的，后来才调到刑侦。总之，我觉得许军没有撒谎，我们又对公司和吴桂祥的家属进行调查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除了吴田一人，没有一个人说许军的不是。他的口碑是相当的好，就连当初根本就看不上许军的朱淑珍，就是吴桂祥的老婆，许军的岳母，他也认定不可能是许军对此下的毒手，所以我们就这样排除了许军的嫌疑。师傅，咱们去龙兴集团吧。好的。好，去吧。什么事？董事长，保安说有一个叫高峰的人想见你，是有重要的事情。高峰？哪个高峰？他跟保安说了一句，他是高彩的孙子。董事长，让他上来。但是他没有预约。让他上来。
请进。徐董事长，高峰，坐。徐董事长，很高兴您能有时间跟我见一面。高峰，咱们有几年没见了啊，不过还好，常能从朋友圈里看到你的消息。哦，是吗？对。那前阵子我在上海出事的那件事情，您知道吗？上海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您看。高峰，七爷，求求他！快救救他，救救我这！七爷，你冷静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你吗？是我。要不是警察来得及时，估计我早就被人杀了啊。杀了？哎，这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？这就是光天化日之下。不是高峰，这是谁呀？这是谁要杀你啊？一个从南国来的杀手吧。南国来的一个杀手。嗯。不是高峰，你这么说，我一下这个脑子真的转不过弯来。你直接告诉我，为什么？具体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跟您父亲有关。您先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跟您说。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你凭什么认定许军是许家一个不知情的人？你又凭什么认定许军他是清白的？我跟许军接触过，凭我这么多年刑警的直觉和对人的判断力。冯凯，我告诉你，不许你接触许军，更不许你把我们的怀疑全盘托给他。这有多大的风险，你知道吗？到时候局面会失控的。我知道，但我们现在已经走进死胡同了，前面就是一堵墙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去撞墙，把墙撞开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冯凯，我也有26年的警龄了，我虽然不是刑警，但是我知道破案的规矩。你这叫什么啊？我从来听都没有听说过像你这么办案的。我告诉你，冯凯啊，这个办法你想都别想，更别说去做了，听到了吗？真是胡闹！你妈在英国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一切都挺顺利的。罗伯特照顾得挺周到的，就是对英国这个炸鱼薯条还不太适应。哦，对了，后天他们就回国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东山银行会给我们 BAT 项目开出保函。我妈昨天还问了，咱们的英国分公司什么时候能挂牌？快了，正找人算黄道吉日呢。黄道吉日？你还信这些啊？没什么信不信的。人嘛，福来不知，祸来不觉的，不知道自己能经历什么，也不知道这辈子什么时候就走到头了。那如果知道了呢？知道了，也许会心安吧，也许会没有那么多期盼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不过有的时候我也在想，也许知道自己的结果是什么，但还是会随着自己的心走。毕竟那样才算是活了自己的一辈子吧。可问题是，有谁能算得准自己的未来呢？所以啊，只有跟着感觉走。周总、徐总，徐总好。周总，这有份文件，请您处理一下。这边请吧。徐总，曾姐，下午跟发改委见面的事儿跟我爸说了吗？说了。哦，好，就这样。对了，徐总，怎么了？高峰和董事长在办公室里谈话。谈了多久啊？还在谈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高峰，你不觉得你这些说法有些太荒诞了吗？你这些想法从哪儿来的？我怎么想的，你完全可以不用在意，因为我毕竟不是警察。你要在意的是，冯凯他们到底怎么想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我有一个问题，能不能问？你说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今天跑到这里来，特地告诉我这件事情。因为我觉得在许家，您可能是唯一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徐董事长，我先走了。他来这干什么呀？找我有事吗？爸，他跟你说什么，你都不能信。别信。你的意思是你知道他来跟我说什么了，对吗？是关于爷爷的事情吧？他跟你说的话，前几天刚跟我说过。爸，彤彤，我想安静一会儿。高峰，彤彤，我想安静一会儿。好，那我先出去。进来。青叶有消息吗？没什么，没什么有价值的。我刚才看李总队出去，脸色也不太好。你们说什么了？我提议把许娟当的突破口。怎么突破？你不会是想把我们了解的？不可能了。老李的不同意。有时候我真挺羡慕高峰那小子的。你上次不是还说高峰没有约束，在你手底下3天都过不去吗？即使没有约束，也不能违背法律法规。冯队，假如你不是警察，你会像高峰一样吗？假如我不是警察，这不可能。没有这个假如，我永远不可能脱职是警服。喂，奶奶。高峰今天是不是到公司找过你爸了？对啊。那他们都聊了些什么呀？不知道。奶奶，我现在这儿有事儿，我先挂了。哦，好的，你先忙啊。
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国家的政策你是知道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：老实交代许家福到底跑哪儿去了。我还要跟你们怎么说呢？人跑哪儿去了？我还要问你们呢。他离开家的时候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变成携款逃跑了呢？这么大个一筐子，脑门一开就卷款跑了。我告诉你，从种种迹象上看，许家福做这一切是有预谋的。你是他老婆，全许村人都知道，他许家福是出了名的妻管严。他犯下这么惊天动地的大罪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赵宇娥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争取戴罪立功，劝许家福自首，或许还能救他一条命。志坚啊，我还是不相信家父有预谋，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，要不然说不通了。我给他200块钱，啊，衣服和鞋都在宾馆。哎，你能不能让新乡那边的公安再仔细的查一查？这都是同行，应该相信人家的办案能力。再说了，有人在小巷子里发现过许家福，还拎着那个情袋，有目击证人的。不是，家福这么做有什么动机啊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你想想看，这2年他的村办企业办得非常红火，家里条件也很不错。去年因为那批走私皮棉被罚，他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是清楚的。这过惯了好日子的人，突然一下子面对这么一大笔巨款，这还不算动机啊？不是这样，家福为了这个厂子已经倾尽了心血，他是想把这个厂子办好。上次的那批皮棉啊，那有罚款，他自己垫上的。别跟我说这么多，4号，我就告诉你吧，我现在压力很大。要不是咱们公安守着赵月娥的房子，那许村村民早就把他们家房子给掀了，这可是大事儿。你就全当帮我一次忙，行不行？嗯？哥，四海，哎呀，我们家君儿去哪儿了啊？我问他们，他们就是不告诉我。今儿没事，我把他接到我们家了，放心吧。啊，是吗？四海，你给萍萍这个礼。月儿，慧芬给你包点饺子，还热着呢，你先吃点东西啊。我吃不下，我心里堵得慌。这个死家福，他为什么要携款逃跑呢？现在好了，我也成了同谋了。